有了，又有了，太好了，终于有了。好，各位就是如果有任何 verbal 的问题的话，记得丢在这边哦，好不好？好，我就直接立刻解答这样子。OK，那我这边也顺便看一下终结者都有什么新增的讯息。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终结者几乎一天会有6到7个以上的这个讨论这样子。对，然后会在1天之内会有立刻的解答，然后还有就是会有作业的抽查跟修正。对，这是作业的批改，就是 CR 思路的作业，包括抓逻辑链啊，包括就是
就是去预想这道题目可能会有的答案，然后包括就是对这道题目的这个逻辑的类比。OK， 好，然后呢，这个是阅读训练。OK， 好。阅读训练就是包括把这个文章里的这个逻辑重新再用自己的话过一遍，好，然后呢也包括说就是抓逻辑链这样子，好，那抓逻辑链当然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批改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有些同学他的逻辑链不是那么的完整，或者是说他这个开头跟结尾抓错 ，premise 跟 conclusion 抓错，这个时候就会去直接修正这样子 ，OK， 好，就等于说不会让你自己一个人在做解套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然后呢反而误解整道题目还要去讲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更重要的是可以连到实战嘛，对不对？对吧？好，然后包括平常检讨的时候有一些坏习惯，比如说预想只想一半，然后呢就是或者是检讨不确实，打马虎眼这些东西都会被点出来 ，OK。然后包括人话，就是所谓的阅读训练，资讯没有进脑子里面，没有去消化，只是看字面的意思，这些都会把它抓出来，这样子，对 ，OK， 好，然后有些时候会分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对，好。那个我看一下，好，太好了，好，刚好有问题了哈 ，OK，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直接丢，然后呢，我就一个一个的来回答，好不好？好，像这个题目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地方这是 scientists have made genetic modifications to cotton to increase its。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我就抓 Jeremy Crop 的这个文章来看。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这道题目，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好，来大家来看哦。我用阅读器来显示好了，这样比较快。好，他说就是学者们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去对棉花做基因改良，然后呢让它去抗虫害，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跟农夫去调查之后发现说，你用了这个新的就是能够自己抗虫害的这个就是作物，你的这个节省掉的这种杀虫剂，就是农药，其实只有节省一点点，对不对？好，只有节省一点点而已，因此，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就比较贵，好，这个新的作物本来种子比较贵，你刚农药节省一点点而已，好，那所以呢，今天你这样子就是叫大家换成这个作物来种，其实老实说是不划算的 ，OK， 好，当然我们今天要去重新 evaluate 这个论点叫划不划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一定要放在所谓的经济层面上面，好，就是我们还是要去评估这个成本效益这样子 ，OK， 好，那这个同学问的是什么呢？问的是这个就是读选项看似对，但是觉得有争议，因为如果种植数量不一样，下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嘛，对不对？我刚刚把它阅读器拉掉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来，读选项看似有争议，但是呢，觉得看似可以，但是觉得有争议，因为如果种植数量不一样的话，可能是因为未改良种子种多了，杀虫剂用量差距才小。但每亩改良种子的杀虫剂减少量少，但种子费用高，种太多都不是不经济的，不是吗？ OK， 好，然后我先理一下这个逻辑哦。如果种植数量不一样，也就是说你有把这个就是旧的这个种子可能种的比较少，然后呢新的种子种的比较多，算进去，对不对？对吧 ？OK， 好，但是呢这个题目里面它其实怎么样讲都是在讲 per acre， per acre， 好，然后呢包括像下面这个地方。的这个下面这个都选项这边也是讲什么？也是我看一下哦。Whether the farmer who tried the modified seed plant as many acres of cotton on average as farmer using the ordinary seed did. OK， 好，他说是不是今天就是旧的种子跟新的种子在同一块地上能种的这个量是一样的，对不对 ？OK， 好，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可能是因为未改良种子种多了，杀虫剂用量差距才小。每亩改良等一下我想一下这个逻辑哦，我在想，你在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未改良种子种多了，杀虫剂用量差距才小。每亩改良种子的杀虫剂减少量小。
但种子费用高，种再多都不是不经济的，不是吗？这样，我想想看你在表达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哦？让我不好意思，让我思考一下。因为这道题目其实我们思考的就非常的单纯，就是这道题目我们今天要证明的是说，你种这东西没有又会不会不经济嘛，对不对？那基本上文章里面已经跟你讲到的是这个，就是你每亩地会用到这个杀虫剂的量，杀虫剂的这个费用其实不会变得比较多，可是你的种子价格是比较高的这样子。OK， 好，对 ，without producing yields of higher market value。Switching to modified seed will be likely to benefit most cotton farmers economically. OK， 好，就是这时候我们只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嘛，就是说，第一个会不会去减少其他部分的成本，对不对 ？OK， 好，其他部分的成本。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会不会去增加所谓的收益，对不对？对吧？好，会不会去增加收益？好。那么这道题目呢，它基本上你看杜选项讲的是说什么？是不是这些用过基因改良种子的农夫，他们种什么？他们种的这个就是每亩地上面种的这个量 ，OK， 好，比 on average 跟什么以前一样多 ，OK， 好，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如果种的没有以前一样多的话，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时候对不对？没有跟以前量没有跟以前一样多，但是你杀虫剂还用的这么多，就是还是没办法减多少，那代表说这东西真的不行嘛，对不对？对吧？是这样的概念吧，对不对？就同一块地上面，你种的东西没有比以前一样多，但是呢，你杀虫剂还是没有省下钱，那就是代表这东西真的不行。但如果今天能证明说，种的比以前还要少，其实你这次没有种那么多，你只是稍微试种一下。不，讲错了，应该说种的比以前还要多，种的比以前还要多。可是你杀虫剂的这个成本其实并没有用那么多，并没有用那么多。那是不是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就是今天，你其实是实质上是有省钱嘛，对不对？是这样的概念吧，对吧 ？OK， 好，我想刚刚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逻辑吧，就是说，今天他文章里面讲的这个，就是你所花掉的这个额外的成本。对，你今天要用的杀虫剂，它是用什么来算？它是用这个就是每亩地来算，好，它是用面积来算。但你同一块面积，你可以种不同的量的作物啊，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同样都是种100个，你跟以前一样都是种100个，然后呢，你的这个杀虫剂还是用的没有少了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这样其实没有省钱，对不对？对吧？好。那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种的是200个、300个的话，对不对？你同样就是，但你还是用同样的杀虫剂，那是不是代表说其实事实上是有省钱的这样的概念 ？OK， 好，对，然后我看一下，然后再重点是种子费用高，你不能证明它高多少啊，对不对？对吧？它到底是高1块钱，还是高2块钱，还是高3块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是用文章里面有讲到的资讯来把中间的断桥抓出来做判断。OK， 文章里面已经讲到的资讯是每亩地种的所用的杀虫剂的量是多少。OK， 好，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样呢？最后讲到的是说，每亩地杀虫剂所用的这个量。它通常就等于它的那个价格嘛，成本价格嘛，对不对？对吧？好，然后呢，再来最后讲到的是说，就是这个种子的费用比较高的，那我们就要去想，那东西都是一样贵，然后呢，每亩地都要用一样的钱来杀虫剂，那我们是不是尽量在1亩地里面种越多越好，对不对？如果只能种跟原本一样的，那我们干脆不要种了。OK， 好，那如果能够种的比以前更多，但又花一样杀虫剂的量，那是不是才是更划算这样的概念 ？OK， 好，对，然后这就好比说今天我们租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的租金就是18000好了，假设是这样子。OK， 好，那今天18000能够塞3个人，跟18000能够塞6个人，其实塞6个人会比较好，对吧 ？OK， 好，这样的概念，对。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这一套 SC 的题目，看一下来我们看这道题目好，然后呢，你说的是这个140
thousand years ago 是过去，选项 do 用 have lived 而不是 live， 是因为 to 只能用接原形动词吗？好，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目它的人话的原文是什么。他说，我们今天所有的 Y 染色体，它其实都是从哪里所继承下来的？都是从什么？都是从就是过去我们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呢可能是什么？大概是14万年之前所存活的一个祖先，对不对？好，所共同继承下来的。好，然后呢，你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正确选项用的是 live， 对不对？用的是 have lived， 对不对？对吧？好，明明是这个就是过去式。好，明明是这个过去式，但为什么会用 have lived？ 好，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个逻辑。我记得我想想看，我在我的那个什么，我在我的部落格上面应该有讲到，因为这边它不是一般的时态，它这边是推测语气的特殊用法。好，来，我们来让大家看一下 ，OK？ 好，注意到这边这一道题目，刚刚那道题目的这个though to be though to 这个地方的语气是关键 ，OK？ 好，这个是 GMAT 非常非常爱考，这也是我们中间者上课会上到的，这叫做推测语气的时态。好，我看一下有没有写到找到了，好，找到了 ，OK， 好，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说什么，譬如说 seems to， 譬如说 appear to， 对不对？好，比如说像是be likely to do something， 好，或者是像比如说什么，像比如说是这种be thought to， 这种语气它的概念都是很像都是什么？表作者的推测看起来像是可能是被认为是好，或者是 beside to 这种东西都叫所谓的语气动词。OK， 好，那这个时候你看哦，这种语气动词，像比如说它这边考出来是这个 appear 后面到底要用 to have， 当然这边字题没有考了，但是我们这边有说，如果今天题目考的是说，这个都是 appear to 或者都 seems to， 或者像刚刚看到一样都是 be thought to， 它到底要加 to v 还是要加 to have VPP 要怎么办，对不对？OK， 好，那你看我这边有写了，有看到 seem be likely be estimate be say 这一类的用法，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be thought 也是一样用法，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表示作者讲这句话的语气。我认为似乎是好像是估计是，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表语气连缀动词会怎么用。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特色是什么？它本身在文法上的位置是主要动词没有错，可它本身其实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好，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这个appear to have been equipped， 其实真正的动词是 equip， 这个 appear to 它其实很像是助动词一样，只是表达作者的这个语气而已，它不是这个句子主要的中心这样子。OK， 好，就是文法上它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但它的用法比较像助动词的用法。OK， 好，那我们今天在讲，就是我们今天用这些动词的时候，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看到，好，这边有讲到到底要接哪一个。好，如果今天我们在推测的是推测当下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外面好像在下雨 ，It seems to rain outside。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推测的这件事情，跟我们在推测这个时间，是推测的当下来推测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们会用同一个时态，所以这个时候会用 to be。但如果我们在推测的事情是更之前的事情，再往前更之前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打开窗子外看到外面地上是湿的，好，现在没有下雨，但是我们认为可能曾经下过雨。好，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认为是什么曾经下过雨，所以呢，我们就会用什么？我们就会用 have 表达比这个推测的时间更之前的事情。好，所以你看，像我举这个句子的例子，对不对？这个地方并不会因为它这边是 yesterday， 这边就会使用什么单纯的过去式，因为这是推测语气。在推测语气里面，我们这个后面 to 后面这个动词到底要用什么时态？关键在于你如果是在推测当下的内容，好，你就是用什么？你就是用原来的时态。好，你如果是在推测更之前的事情，你就是用 have 加 BPP 这样子。OK， 好，那这样这个连结建议大家等一下回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当然回来看这一题就会觉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语气里面，我们说我们所有的 Y 染色体其实都是从一个被我们认为说曾经是在14万年前所生存的祖先所拥有了，对不对？对吧？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认为是什么时候认为？是我们现在认为，对不对？我们现在在猜测，可是这个猜测是往什么时候猜测？是往更之前去猜测，对不对？对吧？我们现在猜测过去曾经有一个祖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祖先生活的时间会比什么？会比我们在做猜测这个现在时间点更之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会用 to be， 我们会用 to have 加 BPP。
好，这样应该有够清楚了吧？应该有够清楚了。好 ，OK， 好，各位，等一下如果有回答到你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帮我回应一下吗？好不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线路有没有断掉，这样子。我先看一下线路到底有没有断掉。应该没有断，我刚才看到我的荧幕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陈同学就是等一下记得回去看这一页。好，我写蛮多的这样子 ，OK， 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考法。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一道 agriculture societies cannot exist without stable groups。好，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哦。不对，我不应该只打这个。好，这个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句子的意思。好，来，我们看一下哦。Agriculture society cannot exist without stable group。好，所有农业社会都需要有粮食作物的存在。他说有一些这种粮食的作物，它们其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发现是在西非所出现。这个是粮食作物，有一些可以作为食物的作物是在西非被驯化的。好，驯化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哦，就是跟驯化相对的概念是野生。所谓的野生就是人类无法控制这样人类无法主动去养。好，那驯化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被改良成人类可以主动去就是种或者是养。好，那也最早有一些作物是可以被驯化，也是在西非被驯化的，但是呢，这些作物不是真正的粮食作物，只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这种补充作物而已，这样子。好，就是所谓的偶尔吃一吃可以拿东西吃，但是你不会把它当成稳定的粮食作物这样子。好，就好比说我们说稳定的作物，比如像小麦、像玉米、像这个就是稻米，这叫稳定粮食作物。但如果你说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姑婆芋，姑婆芋好像我不知道姑婆芋可不可以吃。好，比如说像是有一些什么酢浆草 ，OK， 好，或者是像比如说有一些反正野外可以吃的东西，那是可以吃没有错。那郁金香的球根之类的但是你不会把它当主要作物，它只是就是可以吃的作物而已这样子。好，然后他说他先讲说有一些在西非能够吃的作物被驯化，可是它并不是主要作物。然后呢，又跟你讲说，那目前呢，我们发现西非被驯化的主要作物，粮食作物，其实都是从别的地方引进来的这样子。比如说像是这个番薯藤，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所谓的这个稻米这样子。因此，我们如果能够知道番薯藤跟稻米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引进来，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农业社会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对不对？因为它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农业社会要开始一定要有粮食作物，对吧？那今天这个就是农业社会要开始一定要有粮食作物，然后呢，这个地方的所有的粮食作物都是什么？都是就是从别的地方引进来，所以我们只要确定这些粮食作物什么时候引进来，我们就可以确定什么时候这边有农业这样子。OK， 好，它这个整个逻辑是这样子。好，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同学问的问题。他说 B 选项错误是因为跳脱主题吗？还是有别的判题点？我们来看一下There are no plants native to Western Africa that, if domesticated, could serve as stable food groups。他说没有其他的作物也能够当成什么？也能够在驯化之后当成粮食作物。好，我们今天重点来了，就是这道题目的命题是什么？好，这个费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的命题是要讨论说，到底能不能确定什么时候是最早的，对不对？最早农业开始的时候，注意这个最早，我们注重的是时间，我们不是 care 说到底当地有没有农业 ，OK？ 有或没有农业，我们 care 的是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对吧？我们 care 的是时间什么时候。那你 B 选项你说什么？你说今天这个是不是在西非这个地方有其他的粮食作物，有其他的作物被改良之后可以成为粮食作物？有没有注意到？that if domesticated could serve as stable fruit groups。好，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它这个假设只有讲说是不是有其他的作物是被改良之后能够变成粮食作物？但请问你只知道它能不能变粮食作物，你知道它什么时候变的吗？它是
之后变的还是之前变的？它是公元前500年前变的，还是公元后600年前变的，还是说是西元几年前，对不对 ？OK， 好，就是今天你只能证明说有没有其他粮食作物，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个作物到底是比你文章里面讲到这2种早还是晚，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些其他的作物比这2种早的话，比我们文章里面讲的 rice and yams更早的话，那么的确，我们发现这些作物的时间是可以去刷新，什么？刷新这个就是农业更早的起源，代表说我们这个比较晚的 rice and yam 就没有什么可信度了，对不对？对吧？好，但是如果今天这些 plants， 这些我们说可以驯化成粮食作物的 plants， 其实是比 rice and yams 更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算发现了这些作物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的是最早的时间。好，所以 B 选项的问题就在于说，它只是跟我们讲说有没有其他的作物也是粮食作物，也是可以驯化成粮食作物。对，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没有错。可是我们要的是有没有办法比这个证据更早？因为我们要证明的是最早的粮食作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OK， 如果这些作物比 rice and yam 更晚的话，它就没有任何可信度。如果这些作物比 rice and yam 更早的话，它就会是有可信度，就是可以去推翻文章的这个结论，这样子。OK， 对，所以这个地方 B 选项它并没有讲到重点，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要去判断那个最早的时间能不能用 rice and yam 来判断，这样子。OK， 所以 B 选项错是出来这个地方。但是如果假设 B 选项改成说今天是不是有它这边只要加一个什么，只要加一个 prior to rice and yam， 那就可以变成答案了。OK， 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这个选项变成说什么，没有比 rice and yam 更早的粮食作物，那就可以变成答案了，代表说什么 ？rice and yam 是最早的有可信度的。好，所以这样解决问题了吗？所以大家这道题目其实关键也跟我们上次所讲的一样，就是在于审题。这个题目并不是只是要证明说有粮食作物，或者是有粮食作物有农业起源。你要证明的是 rice and yam 能不能是最早的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们要关键是要找到有没有更早的这样子。好，所以对是跳脱主题没错，但是呢，各位的主题可能要看清楚，还要证明的是时间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OK，responding to the public's fascination。我说啊，今天怎么下午开没有什么人，还是我以后晚上开？我们下午开只有8个人来开。好，是怎样？大家周末都去玩了，是不是？考生周末都去玩了，还是在念书这样子？还是我要平日晚上开，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我觉得周末开不错啊，我觉得周末是有那种就是可以让大家有学习的这个动力这样子。对，好，来那个这一题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你说这个C跟 do 来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来 ，responding to the public fascination with and sometimes undue alarm over possible threats from asteroids. A scale developed by astronomers rates the likelihood that a particular asteroid or comet might collide with Earth. 好。他说，就是为了去回应大众的这个对世界末日这种什么彗星撞地球啊，小行星撞地球的恐慌，对不对？那今天学者们，注意哦 ，astronomer 不是太空人，astronaut 才是太空人 ，astronomer 是天文学家。天文学家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为了给大众一点就是回应这样子，给大众一点就是满足，所以天文学家就特别去设计了一个就是指标来让大家知道说什么，大家知道说就是今天。到底小行星的彗星撞地球的几率是多少？这样子 ，OK， 好。那你所问的点是说，你说这个就是看一下这个 likelihood 跟 likely 是语义上有差别吗？好，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对不对 ？OK， 好。To write how likely a particular asteroid or comet will be to collide with us。OK， 好，这地方关键是这样子的，就是关键在这个 rate， 不要只看这个 likely， 你要整句话看，你要 rate 应该是一个数据，对不对？你能够去做 rate 的受词的，应该是一个数据，一个 figure。OK， 好，如果你今天讲说，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讲说就是 to 比如说你今天讲 to climb，
声称，那声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接了 likelihood， 对不对？为什么？你声称的不是一项数据，你声称的应该是一件事情，对不对 ？OK， 好。但如果你今天讲的是 rate 的话，像比如说 rate 啊 ，estimate 啊，好，或者是 calculate， 对不对？好，这些东西，这些动词它的受词都会是什么？你会是去你是去做什么？你是去做那个叫做给数据出来嘛 ，rate 出一个数据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后面要接的 likelihood 是因为前面这个 rate 动词的特性这样子 ，OK？ 好，但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今天是要去用 evaluate 去评估或者去 assess， 我们去评估或者去 assess， 就是 evaluate 或者是 assess 的是，或者是 analyze， 我们是去研究分析一个议题嘛，对不对？或者是 discuss。那我们这个时候后面就会去接什么？接一个议题这样的概念 ，OK？ 好，所以是这样的概念。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所以关键是跟那个 rate 有关，而不是只是单看那个 like 或 likely 或者是 likelihood 这样子 ，OK？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although the first poser，OK？ 第一个脉冲星，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好，在哪里？这边啊，对不对？这次的连线应该要比较稳定一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句。尽管这个我们说这种就是所谓的快速旋转的这种就是崩溃的星球，好，崩溃的恒星，也就是所谓的脉冲星。好，最早被看到，好，第一开始是1967年，就是的夏天被一位大学生发现，对不对？但是呢，在1968年的时候，它被正式发表，对吧？所以整句话的逻辑，它应该是说，其实很早就被大学生发现了啦。但是呢，1968年隔了1年左右才被学界所正式发表，这样子，这种新形态的这种星球的第一颗，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看同学的问题。OK， 好，这个问题是说，哪里啊？这个地方嘛，对不对 ？OK， 好。The first poser to be cited, the first cited poser 是否为假考点 ？OK， 不是假考点哦，不是假考点哦。注意哦，这个地方我们在那个什么，就是终结者有讲 ，OK， 好，终结者里面的那个，我给大家看一个观念 ，OK， 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刚改的终结者的讲义，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知道中文的用法跟英文是有区别的，好，有一些修饰语的排列上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中文里面我们会讲说，就是譬如说这个国家创新发展中心，对不对 ？OK， 或者说我们会讲说新创科技园区，对不对？我们中文里面会把好几个形容词叠在一起，然后呢后面最后摆一个名词。我们中文喜欢这样做 ，OK， 好，当然不只是中文啊，比如说日文啊、韩文都有这个特色。可是英文呢，这样做不一定会好 ，OK， 英文这样做不一定会是就是清楚的写法。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这个题目一样，好，你看第8题这个地方是我们终结者的讲义，随着降雨量在西部的地方逐渐的减少 ，OK， 好，在某个世纪在西部的地方降雨量逐渐减少，大部分的这种某个部落的人民，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家园，去加入了其他的部落 ，whose access to water was less limited， 其他水资源限制比较少的部落 ，OK， 你看哦，好 A 选项这样的表达，好，那换成了 C 选项，变成说什么 ？Where they had less limited water access， 看到这个地方 less limited water access。这个就是什么？这就会有2种解读。为什么？一种是 less limited， 更少限制的水资源。好，另外一种解读是什么？叫做 less 单独，然后呢 limited water access， 更少的有限水资源，都已经有限了，还更少。换句话说 ，less 要么是修饰 limited， 要么是修饰 access。这个就是所谓的双重解读。我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个，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摆。text OK， 这边有个 text 可以摆。好，我们现在写给大家看哦。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这个more developed countries，我好像写错字，然后我想想看哦 ，you are
对啊，我每次做直播的时候，我都会脑袋变宕机这样子。好像这样的这个表达方式，对不对？它其实是有两种解读的，一种是什么？发展的更完全的国家们，对不对？对吧？好 ，more shows develop。那另外一种解读是什么？叫做 就是更多的已开发国家，就是数量更多了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身为作者的话，你要怎么在相对选项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把它写成什么，譬如说写成 countries that are more developed， 这样是不是就完全解决问题了？对不对？就是尽量把它分开摆放，或者甚至是平行，对吧 ？OK， 好，所以呢，好，那这个地方可以理解意思了。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看这道题目，好。这道题目刚刚那个 the first cited poster 啊 poster，OK， 这个地方就会有两种解读，因为 first 它既可以当成副词，也可以当成形容词。你到底是第一个被看到的，对不对？好，还是某一种星球叫做 cited star 是第一个星球 ，OK？ 因为有可能这个东西会是一个专有名词，然后呢叫做什么？叫做第一个 cited poster。还是说是 poster 这个东西是 first cited， 好，因为 first 它同时可以当副词，也可以当形容词，就像刚刚看到 less 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两种解读，要么是 first cited， 要么是 first cited poster，OK， 好，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像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它的正确选项的写法，对不对 ？The first to be cited， 而且它还把它分隔，有没有发现？好，有把它分隔这样子，所以才能解决了这个双重解读的问题，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问题，这个 those skeptical of the extent of， 看一下哦，那。选项一，选项前面用 will 认为未来会发生严重的变暖，然后后面怎么样？后面说用虚拟语气变成就算未来变暖也不会有影响。没有啊，这个地方的 weather 已经跟你讲的是，就是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啊，对不对？对吧？这地方的 weather 就已经跟你讲，不要只看到 will 就觉得这个 will 是确定的，没有啊 ，weather 这个东西就已经跟你讲这件事情是不确定未来会不会发生 ，OK， 好，这样的概念，对，所以来我们看一下 weather 正确句更快了，好，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will 是不是确定的语气，然后 weather 是不是不确定的语气，这样不是矛盾吗？好，没有啊，我们来看正确句最快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句里面它都怎么写的。好，就是通常我们不要去质疑正确选项，我们要去搞懂正确选项为什么，因为你去质疑它没有用。哦，就是质疑它也不会改答案。OK， 好，对，哦，像比如说，像你看这个地方，你有看到 whether 可以接什么？可以接 can， 对不对？你会说这个 can 是肯定的可以吗？如果按照你刚刚的逻辑说 will 就是确定的话，那这个 can 就是肯定的可以。那这个 whether 又变成是不是？那这样不是矛盾了吗？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 whether 的其他句子哦，比如说像是我看一下哦，像这个地方你看哦，像这个最明显的哈 ，because the budget package in Congress promises a combination of higher taxes and reduced spending that may slow economic growth， 因为这个就是众议院。所提出的这个预算法案，对不对？好，它其实里面还包含了什么？要加税，还有怎么样呢？还有就是节省政府的开支，那这些东西都可能会让经济成长变缓。所以呢，很多这个债券市场的人，对不对？他们在讨论说，是不是今天这个联准会将会怎么样，想办法去就是做些平衡，对不对？好，然后透过什么？透过这种就是降利率的方式，让整个市场平衡，经济发展不要变缓。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也是 will， 对不对？好，这边也是 will， 但它的 will 并不代表说是肯定的语气，不代表说确定会发生的语气，因为它前面的 whether 已经告诉你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他们会这样做。OK， 好，所以你刚刚的想法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在于说你只看到那个 will 就觉得那件事是未来肯定会发生的，但你并没有把整句话
放在一起考虑。实际上，读者这样顺着读下来 ，whether something will happen， 其实它的 will 不代表肯定会发生，它其实就是不确定会不会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不要以为说看到一个 will 就觉得它一定是会发生，它只是表示在未来。OK， 好，这个地方的 whether something will happen， 其实语气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不确定未来会不会发生。好，所以那当然后面说就算变暖也不会有影响，这样就没有矛盾了，对不对？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先提示一下，就是要整句话看，不能只抓着那个 will 就觉得它是一定会。OK， 好，对，你把它跟前面的 whether 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的语气是不确定会不会这样子。OK， 好，对，然后呢，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嘛。好 ，made as immigrants rates of entrepreneurship。好，你说如何排除 B 选项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哦。好 ，OK， 好，我们先看一下原句说什么。原句说这个中东的移民的创业率，好，超过了其他各个地方的移民。OK， 好，超过了其他地方的移民，然后呢，说在这个就是日渐怎么讲？这个increase 这个后面是不是写错了？后面是不是漏字啊？应该是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对不对？哦，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在美国日渐就是多元化的经济里面，中东移民的创业率已经超过了其他地方移民的这个创业率，对不对 ？OK， 好，来 B 选项的问题在哪里呢？重点是在于这个地方啊，就是你用了这个地方，你用了这个现在分词，对不对？它不是句尾分词，它不是句尾的副词分词结构哦。哦，如果你要说是抓逻辑主词的那种的话，它应该会是怎么写？如果是要抓逻辑主词的那种的话，是 S 加 V 后面一定要有个逗点 V ing， 这种才是说我们去修饰整个句子，然后呢，这个动作发出者是前面的主词。OK， 不是哦，这边不是哦，这边没有加逗点，没有加逗点的时候，这个就是一般的，像是 that is 的概念的哦，就是像是 which 的概念的形容词修饰语，形容词片语修饰是最接近的名词，最接近的名词就是这个嘛 ，rate of entrepreneurship， 对不对？好，创业率。那你说创业率去超过其他的移民，这个逻辑合理吗？创业率是一个数字，数字会超过人吗？不会超过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逻辑就是没有可比性的问题了。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当然知道每个同学都知道可比性这个概念，所以我想你一定不是因为不知道可比性而错。我猜你这道题目的盲点应该是在于把这个分词结构当成是句尾的副词的分词，句尾的那个分词句构。好，在这边就要提醒大家，句尾的分词结构句构的长相是什么？它的长相一定是在一个句子结束之后打一个逗点，再加上分词，这种结构才是说去当副词修饰整句话，然后呢会需要去注意它的这个逻辑上的主语。OK， 好，要注意它的动作发出者是主词这样子。好，那这种没有打逗点的，就是一般的分词修饰语，一般的修饰名词的分词修饰语，它逻辑的主语是最接近的对象，这样子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这个我猜应该有对到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可比性不知道，而是那个结构没有分清楚，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呢？这道题目，不确定你想问什么，所以我们就先放着。对啊，请把问题就具体化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就继续开放大家发问。OK， 好，开放大家发问哦，好不好？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是我先看一下题目，或者等下你把问题补上来，我们再继续讲这样子。好，你把问题补上。那个1960年这个就是 alligator population， 这应该是一种像鳄鱼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好，我记得好像是像鳄鱼一样的东西，我还看找一下好，我还蛮好奇的 ，alligator 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就是鳄鱼靠腰，对，好，反正就是说这个鳄鱼的数量大幅的减少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发现了鳄鱼数量大量减少，所以呢，就是政府的禁止猎人们捕猎鳄鱼。那在1990年的早期之前呢，其实就因为禁止捕猎，所以鳄鱼的数量就回来了。然后呢，政府又重新开放捕猎鳄鱼了，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整个1990年的这整期它这个时间有点多，对不对？好，然后
我们发现靠腰鳄鱼竟然跑到了高尔夫球场，还跑到了草皮上面这样子。OK， 好，这个很尴尬，好，就有点像台湾那个曾经有一阵子台湾猕猴濒临绝种的，然后大家都禁止捕猎台湾猕猴，然后结果到现在好像有点富裕太过度了这样子，就导致什么？譬如像高雄那边东山大学附近的那个猕猴就超级多了这样子，还跑到学生的那个宿舍里面去抢东西吃这样。好，然后因此尽管就是in spite of whatever alligator hunt went on, the alligator population must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decade of the 1990s. OK， 好，因此不管反正不管就是到底真正人们有没有在打猎，鳄鱼的数量一定要后来又增加了。OK， 他最后提出的结果是说，后来看到一堆鳄鱼跑到草坪上，所以鳄鱼的数量一定有增加。那你要削弱它，你肯定是要去想说有没有可能是数量没有增加，但它们会更常出现。OK， 好，这样的概念。什么叫一选项被选掉了？不懂，什么意思？一选项被选掉了，你说 A 跟 E， 什么意思？什么叫一选项被选掉了？因为看到鳄鱼的人少，所以有可能谎报，谎报或者认错被错报。好 ，Most of the sightings of alligators on golf courses and lawns in the 1990s occurred at times with few people represent on those golf courses and lawns. 或看到的人少，你要用看到的人少来解释说。是不是今天这些人谎报，或者是这些人其实错报这样子？好，然后呢 ，A 选项是更多人 ，The human population of Florid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1990s。这两个要看谁更直观吧？你要解释的是什么？你要解释的是 reports increased dramatically。对吧？就是目击事件变多了。到底是人比较多，所以目击事件变多，还是人比较少，所以目击事件变多？哪一个更直观？我就问大家。OK， 好，哪一个更直观嘛？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想想看哦。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们说这个就是商店街是不是边？商店街不，或者是我们说一个餐厅是不是就是我想想看，我要怎么举这个例子？呢？我们说这个商店街开始有更多人回报有老鼠了，有老鼠出现了这样子，路上有老鼠，对不对？那是不是老鼠真的变多了呢？好，目击到老鼠的人变多，是不是老鼠变多了？我们最直观的想法。会有怎么想？一定是商店街的顾客变多嘛，所以老鼠没有变多，但是顾客变多，所以怎么样？看到的次数就变多，对不对？但我们不会反过来想说，因为顾客变少了，顾客变少的情况下，这些人会谎报有老鼠，说什么就是这些地方，应该说怎么讲？就是说，这些人这边的人变少了，看到的人很少，没有啊。就是我要怎么讲？我想看哦。就是你要推谎报这件事，你还要多一层脑补，说这些人是有可能说谎，或者是有可能会夸大其词这样的概念，你要多一层脑补。可是 A 选项就是非常的逻辑，就是直接一步到位，就是人变多，所以看到的目击事件就变多，对不对？对吧？好，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在想逻辑的时候，我们先对准命题，命题是要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目击事件变多。OK。怎么解释目击事件变多这样子？那只有3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是什么？当然真的就是这种鳄鱼变多了。第二种解释是什么？鳄鱼跟人类活动重合的地方变多了嘛，对不对？对吧 ？OK， 这样的概念。第3种解释就是什么？就是看到的人，就是人口变多，所以看到的人变多了，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就。我们不会去多想说什么是不是有人谎报或错报、漏报之类的，我们就往最直观的方向去想。
看到就是目击事件变多，要么就是真的变多，要么就是重合变多，要么就是看到的人变多，就是人变多，所以一次出现就更多人看到，对不对？对吧？应该是这样的概念，对，所以我们不会去往更复杂的方向去想，好，这样子。就好比说，今天一个地方犯罪，就是我们说这个警察告诉我们犯罪报案的人变多了，报案的人数变多，打119的那个频率变高了。好，是真的更多人犯罪呢，还是犯罪更容易被发现呢？还是说，就是有3种可能嘛？第一个，真的更多人犯罪；第二个，犯罪更容易被发现；第三个，一次犯罪被更多人看到，对吧？我刚刚这样讲应该是没错的吧？对不对？就是要么更多人犯罪，真的犯罪量变多；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就是犯罪被发现了，犯罪的点跟目击人的点跟人活动区更多重合了，然后要么是报案的人真的变多了，这样的概念。一次犯罪被太多人看到，所以大家都就是各自报案这样子，对啊。然后我看一下说削弱结论的话，那就是削弱了 premise， 对吧 ？A 反而是加强了前提了吗？是增加了 reports？ 不是啊，削弱结论就是削弱了 premise， 没有啊，结论跟 premise 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对吧？你是不可能去削弱 premise 的，为什么 ？premise 就是事实。好，我们要削弱的绝对不是去削弱前面讲的事实，你要削弱的不是削弱 premise 这样的概念。好，你要削弱的永远都是从 premise 到结论这一段。OK， 好，没有人要去加强前提的，就连我们看一下 OG 里面讲的东西，我们就看一下 OG 里面讲的东西。OG 里面要我们去 test reasoning 的时候，我们要去动 premise 吗？我们会去削弱 premise 吗？我们来看一下To test reasoning, try to imagine scenarios where the premises are true and the conclusion false. 注意你要去测验任何的逻辑，你都不会去动什么，你都不会去动 premise。你要是预设 premise 是已经发生的是事实，你要去检验的永远都是什么？永远都是后面这个地方。OK， 好。好，我刚刚不小心断了一下，现在应该回来了哈。就是那个。不要去想说到底是不是，等一下刚刚那道题目在哪？不要去想说到底是不是目击的事件真的变多了。OK， 好，这个你不能动。你要想的是，在目击事件变多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其实鳄鱼没有增加？你要动的是这个 conclusion， 你要去想的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下是目击事件真的变多，但是鳄鱼没有增加，对不对 ？OK， 好，但是鳄鱼没有增加这样子。好，那最直观的概念当然是什么？就是鳄鱼没有增加，然后呢，但是人变多，所以一只鳄鱼被越来越多人看到，所以当然回报会变多啊，对不对？好，你不会去特别去想到什么有人看到谎报啊，还错报啊这些东西，就是相对之下，就是你还多脑补一个说，假设人是不诚实的，人会谎报，好，假设人会看错，人会错报这样子，对吧？所以就是最直观的想法就好了，你不能去动这个 report 有没有变多 ，report 就是变多了。你要想的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下是目击事件目击的回报次数真的变多，但是数量没有增加。鳄鱼的数量没有增加，那最直观的解释就是一只鳄鱼被更多的人看到了，而不是反过来讲说一只鳄鱼被更少人看到这样子。OK， 好，所以注意今天我们永远不会去动说，我们不会去说削弱premise 或加强 premise， 我们不会去动这个 premise，
我们永远都会去讨论从 premise 推到 conclusion 的那一段，有什么情况下 premise 是对的，但是 conclusion 是错的这样子。OK， 好，对，然后 A 没有啊 ，report 就是增加了，你不会是增加，就是 report 就已经增加了，你要去解释这个增加是因为什么原因，你要去用东西来，你要去用别的，就是要去找出别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 report 会增加。就是而且这个原因不能是鳄鱼数量增加这样的概念，OK， 对，就是你不是要去证明说 report 一定增加这样子。好，你要去解释有没有什么情况下鳄鱼数量不增加，但是 report 还增加，这样懂？OK， 好，对。然后呢，这个地方，lighter than 跟 less than 怎么正确使用？很简单啊，就是你今天讲量的时候，你用 less； 你今天讲东西的这个轻，刚刚那个反正这个很容易断了。等下如果断掉的话，就稍安勿躁，等一下我就会拉回来的这样子。我现在已经很熟了哈。我们今天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人的身高，讲等一下，我先打个东西，等等段的话，稍安勿躁，等等，马上接回来，不要离开，好，这样的概念，好，我把它先打一下，不然等下大家离开就尴尬了这样子，好，我把它拼上去 ，OK， 好，这样好。我们就举个例子嘛，我们就举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讲 somebody is tall，OK， 好，比如说 Tom is tall，OK，Tom is taller than me，OK， 这样的概念，好，我们会用 tall 来形容人，好，但是我们不会说 the height of Tom is taller than mine，OK， 好。And that of mine， 没有，直接 mine， 这样是错的。为什么？你的 taller 是指的是一个实体东西的很高，你不会说这个高度很高。我们中文会讲高度很高，可是高度它已经是一个数据了，所以我们不会说 the height is tall， 我们会说 the height is 就是 more or less， 对不对 ？OK， 好，我们会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样子。好，所以换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可以说一个实体的物质是 lighter than something。好，但我们不会说今天这个，我们不会说这个，那怎么讲？我们用 less 就是在讲那个量嘛，对不对？对吧？如果我们讲数值，比如说我们讲的 weight 的话，我们会用 less。好，但是数值我们就不能用 lighter 来修饰哦。好，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这个地方对不对？等一下，这个不能只这样收。好，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道题目。好，来各位来看哦。这道题目我们顺着读下来。Official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nt believe that a Sacagawea dollar coin will be used mor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4 quarters rather than for the dollar bill because its weight only 8.1 grams, is far less than 4 quarters, which weigh 5.67 grams each。放句尾的形容词，这种形容词结构修饰的是最接近的名词啊，不是吗？所以这个地方你如果要问的是 B 跟 C 的话，我们要想的是它最接近的修饰谁？它修饰的应该是这个数字，修饰是这个 8.1 克。那 8.1 克会说它比较轻，还是会说它比较少？因为它是一个数值，所以我们会说它是什么？用 less 来修饰这样子，好，对吧？放句尾的形容词片语都是修饰最接近的对象这样子。好，那最接近的对象是 8.1 克，是一个数值，所以我们会用 less， 不会用 lighter。OK， 好，那跟这个相似的题目呢，我记得还有一个，像这道题目嘛，这道题目也是跟刚刚这道题目相似的题目。好，这道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原题，说，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呢？从就是子宫里面产出来，对不对？它只有非常原始的这个视力，对不对？好。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小孩子视力是非常的原始薄弱的，大概就只有20%。好，那如果今天是成人有这个视力的话，基本上会被认为是一个瞎子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方讲的 legally blind 是指什么东西？这个 blind 指的应该是人，对不对？对吧？应该指的是人才会用瞎不瞎来形容，对不对？好，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些选项它的逻辑就错了。好，像比如说这个地方的 A 选项。It would be rated about 500， 然后呢 20， 对不对？这个 it 指的应该是你前面讲的这个视力，对不对？好，
那后面讲这个 or legally blind， 变成说好像今天你说这个视力是瞎的，你不会用 blind 来形容视力，对不对？ blind 是形容人的，所以这样的逻辑上就有问题了。视力只有 high 或者是 low，OK， 好，然后呢人才会有瞎，所以你看正确选项怎么写？正确选项写说 an adult with such vision will be deemed legally blind， 他就把它改成说是人有这样视力的人会被认为是瞎的这样子 ，OK， 好，还有一道题我记得像是我看一下终结者的讲义，我们也有讲到，好。来，我找一下哈。By the way， 终结者已经开始在分发课前作业了，所以如果各位想要报名的话，这个周末是最后的机会，这样子哈。我们已经开始在分发课前作业了，这样好。来，像这个地方也是啊，好，他说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好，就是在未满18岁之前都是未成年。不过呢，这个标准对不对？在某些国家是比较低，比如说有些国家15岁、16岁就成年。有些国家比较高，比如说20岁才成年这样子 ，OK，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讲的这个年龄，这个是年纪嘛，对不对？年纪的这个标准有些比较低，有些比较高，对不对？我们不会用 less 讲的是那个量，我们会用那个高低，我们会用 lower 或 higher 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算 GMAT diction 的范畴，好，蛮常考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问题，看一下啊。对 ，greater 要用 greater 这样子，好，要用 greater， 好，所以像刚刚那个地方，因为它句尾的形容词片语嘛，好，刚刚那个就是那个题目，句尾的形容词片语，然后呢，你修饰的应该是让读者知道最接近的名词是谁嘛，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是因为它最接近的名词是一个重量的单位，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修饰单位要 more or less 这样的概念，我们不会去用 lighter，OK， 好。然后呢，像这个地方，直播断掉，没有人跟我讲，尴尬。现在怎样？大家刚刚直播断掉，没有人跟我讲，是吗？是吗？我发现刚刚直播是断的嘛，对不对？现在有变好吗？我刚刚讲到哪里啊？不好意思，我刚刚讲到哪里？天哪！这个你们也太坏心了，直播大家都没有跟我讲，看一下啊、好难过、哦，断掉大家就无情的离开了，没有人跟我讲。我要换一个直播软体，生气耶！还是下次用 Zoom 吧，烦，每一次都容易断掉。可是用 Zoom 就烦耶，用 Zoom 又只能直播一下下而已。哎，等一下，有没有人能提示我刚刚我讲到哪里啊？哎，我真的不知道我讲到哪里，快提示我刚刚讲到哪里？我真的忘了，不好意思，因为我这边看不出来我刚哪里断掉了，刚刚是在哪里断掉啊？看不出来。咦？哦，你等一下，下次断掉赶快提醒我，拜托拜托。我知道了，我要手机也开一个那个直播，然后我要同时看着我的手机，我就知道什么时候断掉了。OK， 这么早哦？讲到 Greater Lighter 那边了，是不是 ？OK， 好，那断掉蛮久了是吧？好，那等一下，我先开个我自己的那个直播，然后我要看一下我到底断到什么时候这样子。好，对，好，不好意思，刚应该是没有开自己的直播，然后。好，好，我现在回去再讲一次哦。好，我这边也开了我自己的手机的直播，所以我可以看到底有没有断掉。好，那个我再讲一次哦。好，就是说那个什么，刚刚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刚刚给大家看到那个题目是这边嘛，对不对？是这个
哎，在哪里？找一下哦。应该是，等一下，找一下。哦，我记得给大家看到这个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年龄就是年龄不会说有 less 不会说 less or more， 应该是 higher lower， 对不对？对吧？好，这个地方就是说根据各个国家的法律，18岁以下算是未成年，不过这个标准呢，在有些国家比较低，有些国家比较高。好，那不一样。因国而异这样子，好，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边指的是年龄，所以我们不会去用 less or more， 我们会用 lower or higher 这样子 ，OK， 好，对，然后我刚刚好像又回答的是哪一题？我刚刚好像又回答的是我看一下，我刚刚好像又回答的是这一题嘛，对不对？这一题，好，对，然后这一题我刚刚在回答的时候是这样讲的，我是说，这道题目很简单。就是你看哦，你要我会建议这道题可以去看这部影片，不是这一部，是这一部影片，句首介系词片语这部影片，好，我会建议去看这部影片。为什么？因为这部影片对不对？这边有15部影片都是我来讲解正确句子的结构，好，在逻辑上它所修饰的对象可以很多东西会破除大家的迷思，这样子 ，OK， 这个在我的自修教学的那个频道里面，就现在大家来看这个频道。好 ，SC 的这个播放清单里面，好，其中有一部影片叫这个标准英文句子成分解析第1章，好，句首介系词片语。这里面我们讲到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放在句首的介词片语，在逻辑上修饰的不是只有主词，修饰的是整个句子的这个就是核心资讯，就是 S 加 V 这个句子的主谓成分。OK， 好，那这个地方的逻辑就变成什么？在10年之内。美国的这个就是汽油成本会被预测，逻辑变成10年之内你会去预测，人们会去预测这个东西，不对吧？不是说这样好像变成说你现在不预测，你10年之内才会去做一波预测，不是啊？你是什么？你是预测10年之内这个成本会变怎样？好，不是预测这个动作是10年之内去做的，而是说你现在去预测，然后呢，这个成本在未来10年之内会变得怎么样？这样子。OK 好，放在句首的不是拿来修饰主词，好，是拿来修饰整句话的这个主谓成分，所以它修饰的是 cost is projected。好，你应该是现在预测吧，不是10年之内会去预测吧，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个逻辑就错了。那跟这道题相似的题目，我们刚刚断线的时候，我还要举另外一题，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也是终结者里面我们有教的东西。好。这道题目 ：On Earth, the rate at which trees grow is believed to be among the surest indication of sunspot circles。在地球上，这个树木所生长的这个速度，被认为是观察太阳黑子最准确的指标之一。这样子 ，OK， 好。那这个地方问题也在于有没有句首这个 on Earth， 在逻辑上修饰的不是主词而已，它修饰的是 the rate is believed to be。好，修饰的是某个东西被认为，换句话说，语义变成在地球上人们认为。可是问题，这个逻辑是完全废话逻辑啊！你干嘛特别强调一个在地球上人们认为？难道在月球上有别人吗？难道在外星有别人吗？没有嘛？认为就认为，干嘛特别要讲在地球上认为，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逻辑的谬误？你不用去讲在地球上认为，好，应该是在地球上的观察指标，对不对？好，这样子。所以注意哦，放在句首的介词片语在语义上修饰的是主谓成分，而不是主词本身。所以这边的逻辑会变成在地球上某个东西被认为没有意义，不需要讲在地球上人们认为。OK， 好，然后呢，刚刚那道题，这个地方你讲说在10年之内成本会被预测，没有必要讲10年之内预测，你要预测就现在预测，你是预测10年之内的成本变化这样子。OK， 好，所以这样应该没有断线了吧？好，有现在都有关注那个右上角的那个这个东西这样子。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看一下。哦，这个还没解答。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有问题继续丢哦。好，有问题就继续在这个聊天室里面丢出来，好不好 ？OK， 好，那我就继续开着这个就是荧幕。好，那有问题就继续丢。好，然后呢，我要先回一下他们的问题，这样子。好。好，有问题继续丢哦。好，我就继续开着，然后我就继续回答问题，两边战线同时。看一下哦。哎，人都不见了吗？不对啊，还有人啊！大家怎么都默默看着我打字啊？有问题请继续问，好不好？对，然后我这边就一面回中介者那边的同学的问题，但大家也不要停啊。哎，看一下我的播放清单在哪里？看一下哦，我放哪？这个对，这个没错。好，我现在帮每个同学在客制化的去，就是解决问题这样子。哦，这是终结者的这个义务。看一下哦，靠腰这个我没回到。看一下10号的，哇，这没回到。
看一下哦，这个地方 A2 是不是1？好，那来回答一下。像这边我帮大家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的架构要怎么去分哈，一面解答一面帮大家分架构。好，看一下哦，来示范一下架构要怎么去分哈。In its 1903 decision, in the case of Longwolf versus Hitchcock,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jected the effort of 3 Native American tribes to prevent the opening of tribal lands to non-Indian settlement without tribal consent. 好，这个在1903年的这一次案例里面呢，某一次的诉讼里面呢，就是高等法院就是这个否决了某一项的这个部落的诉讼。OK。好，对，这个部落其实就是在防止说，联邦政府未经他们同意，让外面的人进来，好，就是定居，他们就是想抵抗这件事，可是被政府否决了这样子。好，这个地方逻辑上应该是这边应该是 context， 就是我们在二次中介这边讲到的背景，历史事件背景。好，针对整篇文章主题还没有出现，先讲背景。然后呢，接下来说 ，In his study of the Lone Wolf case, Burke properly emphasized the court's assertion of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unilateral power of Congress over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好，某个这边应该是 A1。好，论点1，某位学者针对这次事件的意义。好，针对这次事件。表达其意义，历史意义，历史政治意义，就是什么呢？好，政府滥权对待印第安人的开端。OK， 好，就是政府滥权对待印第安人。然后呢，这边我记得他好像还漏了几个字。这个原文这边应该还漏了几个字，我来搜寻一下，来找找看。我记得他这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语气词，这个地方嘛，对不对？好，这边 but it fails to note. Okay, the decisions far. 大家怎么都不破问题了？是这样？看我打字都饱了，是不是？有问题继续丢啊，快啦！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作者对这位学者的评价。OK， 好，这边是作者对 A1 的评价，也就是 Evaluation 1。好，这个架构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找得到。好，我在中介者上面教的架构也在我的 RC 的那个播放器那里找得到。这边是所谓的 Evaluation， 就是对别的论点的 Judgment。OK， 好，没有否定掉该论点本身，但是补充该论点忽略的地方。好，说在此之后，联邦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方法改变了。OK， 好，应该说过那个法令程序，法令程序改变了这样子。好，然后呢，再来这个地方，这边的架构会比较乱一点。好。下面这边的架构会比较乱一点。到上面为止都没什么争议。到上面为止都没什么争议，对吧？好，问题等等来回答，我先回完这篇哈。
来，下面这边的结构会比较乱一点哦。好，这边作者跳回了旧论点，跳回旧观点，但是不是前面的 A1， 而是另一个旧观点。A 加 A 加 A2 这样子 A3， 但也是要被作者打掉的。作者说这样的变化，过去的学者认为这样的变化很晚才发生。作者反驳过去的学者，过去的学者认为法令程序对待印第安人的法令程序的变化早就发生了。其实也可以把 A3 包成是作者 A2 的细节。作者特别提出 A3 其实只是要强化他自己 A2 的中心立场。法令程序的变化老早就有了。在这次事件中早就有了。好，会完了，我看一下哦。好，我看一下哦，稍等我一下，刚刚所新增的问题。稍等我一下哦，我刚刚所新增的问题，在这边吗？好，我们刚看到的问题是不对，奇怪，我的那个，好，看一下我刚刚的直播间在哪里？好，直播间应该在这边，直播间，这边嘛，对不对？好 ，Control Room。OK， 看一下哦。好，那个这一道题目啊，这个 In the mid-1920s, the Hawthorne Works of the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 was 一选项不定词是语义上的问题吗 ？What effect 在这边用法是可以的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来。先看一下原句，在1920年的时候呢，这个某一间公司，它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呢？就是一连串的实验的发生地，实验的地点。好，那这个实验是怎么样呢？是去调查说这个工作环境的改变。这边写的有点乱，但他应该在讲工作环境的改变对这个工人们他们的工作表现是怎么样的，好，会有怎么样的影响，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刚刚的问题，说这个一选项不定词是语义上面有问题吗 ？What's the thing of to investigate？ 就是语义上对不对？就是不定词代表的是将要、推测、不确定。OK， 好，这边在就是欧句里面有讲到这样子，就是说不定词在语义上表达的是将要、不确定，或者是推测、意图之类的。OK， 好，对，那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
整句话逻辑上的表达并没有要去表达说意图要干嘛，或者是要去表达就是将要不确定的概念，我们只是要表达就是什么样一个实验。好，所以我们这边不会去使用不定词。我们举个例子，好，什么叫不定词？有表达不确定的概念、不确定的含义。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讲 things to do， 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意思也不是说已经被完成的事情，我们的意思是说将要去做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讲 places to go， 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正在前往的地方，也不是说我们去过的地方，而是说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待去的景点，对不对？对吧 ？OK， 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讲 to be determined， 我们并不是说已经决定了，而是什么待定，对不对？所以不定词有一个尚未、等待就是意图、不确定、推测的概念。那到底要不要用不定词呢？我们要看的是整句话的意思嘛。像这句话整句话的意思应该要强调，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某一个实验的场景，对不对？好，某一个实验的场景，并不是说就是它只是在描述一个过去的事实，对吧？它整句话的语境只是在描述一个就是客观事实，就是这个地方是曾经某个实验的场景。我们并没有要去讲说将要怎么样，推测怎么样，或意图要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只是要讲是什么样的实验，我们只是要去描述这个实验的细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用到不定词。OK， 好，我们只是要去描述这个实验的细节而已，这样子，所以我们用常态的这个一般的修饰成分就可以了。好，一般的定语修饰就好，不需要去刻意用不确定、推测的不定词这样子。OK， 好，这样的概念。然后呢 ，what the effect changes in working condition would have on workers' performance 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只是就是没有必要这样写啊。如果能够写得更精简的话，就没有必要特别还写成一个就是问句的形式这样子。对，好，然后呢，我们来看according to the recent studies comparing the nutritional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好 ，OG 的解释说 ，C 选项的 that 没有指代 ，that 不能指代 less total fat， 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指代？可以指代啊，这边我不认同 OG 的解释啊，对吧 ？that 所指代的就是平行资讯里面，就是平行概念里面的这个就是对等的对象 ，OK， 好。平行概念里面对等的对象这样子，那这个地方的平行对象应该是这个 fat 跟 something 平行 ，something then something， 所以这个 that 是语义上是可以指代到 fat，OK， 好，这样的概念，所以并没有说没有指代这样的概念，好，对，然后对，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不认同 OG 的解释，好，因为你如果去搜寻正确句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句子会打脸OG 自己，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难道这个 that 也没有指代吗？对不对？对吧？然后难道这个 that 也没有指代吗？然后难道这个 that 也没有指代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没有这种事情。OK， 好，就是如果你不确定 OG 在讲什么东西的话，建议你就是用正确句子去搜搜看，来确定一下到底 OG 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这样子。OK， 好，然后好，大家继续丢问题。好。看一下哦。
我今天又稍微改了一下终结者的讲义，对，看一下，把那个。看我最新的这个读书计划表，对，现在最新的读书计划应该是看一下哦。对，不是这个 ，Prince。Despite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who purchase, despite that 摆放的位置会如何影响语义呢？其实不是 that 摆放的位置，是修饰语摆在 that 里面还外面。好，如果你修饰语摆在，因为你想哦，就是 that 这个地方就是代表什么意思？来，我把它画起来，不是那个 that 的位置哦，不要把它想成是 that 动的位置，不然这样会误解。你要把它想象成是那个插入语丢到里面还外面 ，OK？ 好，你把 that 想象成是一个名词子句这样的概念 ，OK？ 哦，它是一个刮胡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好，如果你今天把 that 把这个插入语放在 that 子句刮胡的外面的话，它修饰不到 that 子句里面的内容。OK？ 好，你要修饰到 that 子句里面的内容的话，你就要把它放在 that 子句的里面。好，在 that 的后面这样子。OK？ 好，所以像这个地方你就想，这个修饰语到底在修饰谁的？这个修饰语叫做如同1/3的这个银行的顾客都还是比较喜欢就是 ATM， 比较喜欢真人而不是 ATM。语义上应该是要去修饰的是说什么？是修饰的是说很多的这些旅行者游客们他们还是喜欢旅行社，对不对？好，应该是要修饰后面这半句，就是在子句里面的半句。如果你要修饰 that 子句里面这半句的话，那你就要把这个修饰语放在 that 子句的里面 ，OK？ 好，那如果你不是要去修饰这个半句，你是要修饰别的子句的话，那你就是要去把它摆在子句的外面这样子。所以你摆在外面，你修饰不到里面的内容 ，OK？ 这样的概念。好，这个有一个类似题，我们中介值里面也有。好，我找给大家看。好，我想想看，有一个类似题。我记得是在这边，等我一下，我找一下。算了，我直接用那个找好了啦 ，One Page Exam 这道题啦，好。他说一间就是专注研究这个手写分析的公司，他们表示，从一页样本里面，他们可以去得到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一页手写就是他们看一个人的笔记，只要给他一个人写的一页的文字，看他去分析他的笔记，他就可以分析出这个人的性格。A 选项就是犯了跟刚刚一样的问题。你的这个 from one page writing sample 就是你这个修饰语，在语义逻辑上应该是要去修饰是怎么去分析，对不对？是从什么？是从这一页的样本里面去分析。可你今天把它放在哪里？放在 that 子句的外面，它无法去修饰到 that 子句里面的内容。
OK， 所以这样就是变成说是文法的错误了。好，那要怎么去改善呢？你看正确答案怎么写 ？To be able from one page writing sample to assess， 他直接把它插在这个 to be able to assess 这个片语的中间，他就可以去修饰到这整个片语这样子。OK， 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这也是跟刚刚一样的问题嘛。好，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一题正确句可以给你参考。好，这个正确句叫做这个地方。哦。Minivans carry as many as 7 passengers， 这个247句 ，OK， 247句。好，你仔细看一下，还有什么？他说这个就是 minivan 这种车，它可以载7个人，然后呢，跟其他的车相比，好，到这边为止，好，然后呢，花的钱比较少，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里程，每里的这个油耗量又比较好，然后呢，又可以让乘客们他们可以就是比较容易上下车。然后呢，路途又比较开起来比较舒适平稳，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它有好几个动词都是平行的 ，carry， 对不对？然后这边用一个 and， 然后再来 cost less 的 cost，get better gas mileage，allow passengers to get in and out more easily，and have a smoother ride。这边有好几个动词平行，对不对 ？V1、V2、V3、V4、V5这5个动词都是 minivan 当主词，对不对？对吧？但是理论上来讲，如果是5个动词平行，你是不是只需要在最后一个地方加 and， 是吧？哦 ，V1、2、3、4 and 5就好。为什么这边要多一个 and 呢？对不对？为什么要刻意要多个 and？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看这个地方它前面这个资讯跟后面的这4个资讯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个资讯叫做它本身可以载7个人，它没有要跟别人比。好，就是它本身可以载7个人，可是后面这几项资讯说耗油较少，然后呢里程耗油较花费较少，里程耗油较佳，乘客们更容易进出，还有呢更舒适，这些东西都是跟谁比？跟其他的 sports utility vehicles 比，跟其他的这种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越野车来比。OK， 好。所以今天他为什么特别加个 and， 就是因为后面这4个资讯都是跟别人比，只有前面那个资讯是他自己讲自己的特色。然后呢，今天这个修饰语他要把它特别分隔起来，摆在 and 的后面，好，摆在这个独立结构的后面，这样语义上才是在讲这4个东西，不会去错误修饰到前面。好，修饰语不会跨过连接词跟关代。OK， 好，修饰语不会去。就是被连接词或者是关代分隔，就是一个就是独立结构或子结构。比如说你用 and 分隔，这时候 and 的左边就是一个独立结构，右边就是一个独立结构。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大字句 S 大句子 S 加 B， 然后这边有个 that 是关代，分出一个小句子，这个时候 that 后面的小句子就是一个独立结构，外面就是一个独立结构。你如果今天要修饰里面的东西的话，那请你把修饰语放在 that 后面。你要修饰这个地方的资讯，请你把它放在这边。你要修饰这个地方资讯，请你把它放在 and 的前面，这样子 ，OK， 好，这样的概念，所以这样有理解了吗？好，所以其实刚刚那道题目对不对？关键不是在于 that 的位置出问题，而是在于你的修饰语放的位置出问题。你放的位置应该是要放，你如果要修饰子句里的内容的话，你要放在子句的范围里面，这样的概念 ，OK， 好，读者读到关代或者是读到连接词的时候，他都会认为是语义的分隔，都会认为后面就是一个独立的结构，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这样理解了吗？看一下哦。好，各位好，
还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对不对？好，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就是这个终结者的这个课程，对不对？好，我们就是这个周末就会开始分派作业跟那个就是分组这样子，好，然后会开始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密集的讨论，好，所以如果还想要报名的话，好，想要在农历年前就是做密集的训练，好，来解决GMAT的话，好，请把握这个周末的时间，不然的话就会来不及了这样子 ，OK？ 好，那各位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页，就是找一下哦，好，这边。好，大家可以看这个网页，我把它贴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这样子。好，可以稍微看一下终结者到底在上什么东西。好，对，然后以及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课程进行的方向这样子。OK， 好，对，基本上我们就是走一个完全像你看我们刚刚的同学们都有疑问的SC 的观念，对不对？我在中间这边都把它放在讲义里面，都有例题了，这样代表说各位所平常百思不得其解的高分区的问题，基本上都有在里面有解释这样子。好，比如说像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次，哈，大概讲解一下终结者的目次。好，一开始会跟大家讲，就是会帮大家排读书计划。这个读书计划就是标准的这种就是实力加强的计划。OK， 好，从阅读理解，这怎么会方向变这样？好奇怪哈、哦！我们把它换成另外一个东西好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换成这个。好，从阅读能力开始补强。好，阅读能力开始补强，然后呢，还有基础文法句构跟单词开始补强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会做的事情是专心把 SC 的这个解题流程固定 ，OK， 好，然后呢去把 SC 的每一个考点、知识点，好的那个层级，就是所谓层级是优先次序，全部都就是练习清楚。然后这之中每一题都要去录音 ，OK， 好，因为我会去听每个人的录音，去抓你在解题过程中观念错误的地方跟有思考盲点的地方，这样子 ，OK。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专心加强阅读能力。好，跟 SC 好，还有基础的文法，然后呢 CR 跟 RC 这两个部分，我们会是先以最低限度的这个练习为主，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呢，等到你今天阅读能力的初级能够掌握一句话的逻辑之后，我们接下来就会进步到用就是CR 一个论点，想办法帮一个论点精炼，好，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这样子加强自己的阅读能力 ，OK。好，这时候我们也会去研究一个论点的逻辑，谁是 premise， 谁是 conclusion， 中间缺了什么假设，我们都会把它抓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开始去做 CR 的解题流程的固化的那个学习。同样，你也是要去录音，然后呢，在录音的过程中也要干嘛？也要去就是回放抓盲点，然后我也会去听大家的录音，去抓大家每个人就是在解 CR 题目过程中他的这个逻辑思维的错误这样子 ，OK。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SC 就会换成说开始限制时间，以每一题1.5分钟之内为标准，开始逐步限时这样子 ，OK。好，然后最后是什么？加入了 RC 的部分，以及最后加入了课外的深难阅读素材的强化。然后最后部分我们会让各个科目都去做难题，而且是连写大量的题目，一次连写10题，一次连写7题 ，OK。好，用最高压的方式来检验自己最后还有哪里有盲点。然后最后才是7天的模考，整个过程大概是2个半月到3个月的时间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每个科目的这个，每个科目的这个就是我找一下哦，好的会教的观念是什么 ？SC 的部分 ，SC 终结者的部分。很简单，就是全部都不教你写法好坏，也不教你文法，全教你语义逻辑，包括句子的核心语义，包括修饰语的语义逻辑，包括平行结构、比较结构、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的编排的逻辑，包括时态逻辑、语气逻辑、代名词逻辑，包括其他杂项比如说什么动名词的逻辑，主被动的逻辑。标点符号逻辑，我们全部教都是语义逻辑，我们不教文法，也不教写法好坏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专门针对考试中
很多考生最难突破的部分所设计的教材，就是全教逻辑语义 ，OK， 好，对，然后每个章节都会有所谓的课后作业，好 practice， 会有录播的讲解，然后以及最后会有总作业，好，最后会有 final homework， 是按照难度来分类，把所有的题目都打散，好，然后呢考大家说到底这些题目到底观念哪里是正确，哪里是错误这样子，好，那可以用到上课哪些观念来解这样子，好，然后呢 CR 的部分呢。CR 部分我们教的基本上是教你怎么样摆脱套路，好，用最自然的思考习惯来做对题目这样子，好，当然还要建立在阅读能力的那个就是基础之上，好，包括怎么抓题目的唯一命题，抓完命题之后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协助你去思考，包括站在正确的角度去带入思考的带入法，包括对于有子母关系的 premise 跟 conclusion 去做横向的拆解，包括对于有时间先后长链逻辑的题目，比如说食物链，比如说生态系，我们会去用纵向的拆解，纵向的去抓断桥，以及什么，以及说对于那些逻辑很缜密的题目，或者是看上去推论特别跳的题目，这两种特别极端的题型，我们会特别用的是强制质疑法，然后以及第二轮我们会做混淆选项的分析，好，怎么样去考试中辨别那些第一轮无法辨别的混淆选项，要怎么去判断 ？OK， 好，然后以及对于某些特殊的题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找到破题点？好，还有 Boffice 的题型这样子 ，OK， 好，这是我们 CR 讲，然后 CR 里面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大量会使用激进的题目 ，OK， 好，会使用你没有看过的激进的题目来协助你的思考这样子，好，对，就是来帮助你，就是就是看题目的时候比较有临场感 ，OK， 好，然后呢，后面一样，每个章节都会有练习的，都会有小练习，然后最后也会有一个混合的，全部都是基金题目的练习，好啊。在 CR 终结者里面，我们最强调的东西就是不要信任，不要把自己交给选项 ，OK， 好，要让自己在看选项之前，就要心里面有2到3个你觉得可能会有的答案，这样子，好，来锻炼你把 CR 当申论题做的功夫。好，然后呢，在 RC 终结者里面呢，我们讲到的是什么？我们讲到的是说，今天看文章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怎么去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好，我们要怎么去重新设计策略，重新分配时间？对于文章中看不懂的资讯，或者是不太确定的资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当下去纠结？我们要把多少时间分配在那个地方？以及我们要怎么知道哪些资讯是有资格重读一次会考出来的，哪些资讯是没有资格可能不会考出来 ，OK， 好，可以快快扫过去的这样子。好，我们会先从教大家如何去预测文章的架构，边看边预测，来让大家知道文章里面哪些句子会是让你提示你下一段会说什么，整篇文章会说什么的重点 ，OK， 好，会用不同的文章架构来分析。好，这个架构不是让你事后才抓的，而是让你边看边抓的 ，OK， 好，然后我们也会去让你知道说文章里有哪些特殊的态度，好，比如说 inconclusive 不完整的态度，比如说 neutral 的态度 ，OK， 好，这些态度都可能会考什么样的题目跟混淆选项，好，它会有一个完整的解题流程，以及文章里面有哪些语气或特殊的资讯可能会考 main idea 的题目，可能会考 supporting idea 的题目，可能会考你所谓的这个细节题 ，OK， 好，会考你一些就是后面会考的那种，比如说 inference 题。看文章的时候看到这些资讯，我们就知道速度要变慢，有必要重读，而且我们读的时候会边读边想后面会考什么样的题目，这边要怎么去回答。好，这边有一套完整的训练模式，这样子。好，然后呢后面会是对混淆选项要怎么去辨别，好，以及要怎么快速的去定位，这样子。好，所以我们 RC 也是整套解题流程，好，然后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样去在全部都是实战中会用得到的这样子。好，一步一步去教大家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对不对？好，如果各位好奇终结者到底在上什么，其实他就在上的就是用解题流程当最根本的就是上课大纲，然后呢我们上课的每一个章节就在帮你把关实战中每一个步骤会需要做到的东西，这样子 OK， 不是让大家去背一些松散的规则，而是用解题流程当基本去教你每一个流程你在考试中要做到什么事情。好，就是这个课程的2大特色就是什么，就是2大纲领，就是一个是解题流程，一个是阅读能力，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辅助它的东西就是各种大量的这个就是课后作业，然后还有线上讨论，好，
还有就是课程的互动讨论，好，然后以及课后的答疑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目 Frank 问的题目这样子，好，这个我看一下哦，好，这个地方。这个题目嘛，我记得这个好像前几天有人问过，等我一下啊，我找一下终结者。我记得前几天有人问过。对啦，这个地方啦，这个，好，这个题目嘛，大家问的是这个 OSO 的成绩是什么嘛，对不对？对吧？好。这个地方我这边当时有解答说，就是这个在文法上没有不平行，对，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读选项读选项在文法上并没有不平行，然后呢，这个 also 的问题是在于说 also 是副词，你放在这个位置，而且 also 是前置是放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它修饰到的是名词 also a politician。这个在词性上是错的，你不会拿副词修饰名词，因为 also 是副词嘛，对不对？你要么就是 also as a politician， 就是用 also 把 also 放在这个就是那个介系词片语的前面，修饰整个介系词片语 also as， 要么就是像 B 选项这样 also 放在 skeptical 前面，语义上就是也怀疑，就是你拿副词修饰形容词的概念。但是 also 它词性不是形容词，所以你不能放在这个名词的前面去修饰这个名词，这样子。所以这个成绩是文法的成绩。OK， 好，这样有理解了哈。好。好，大概就这样子咯。那现在各位，我们今天就先这样，要不要？就是先这样。那之后我还会开直播时间，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稍安勿躁这样子。OK， 好，各位，那今天就先这样咯。那谢谢大家的参与。OK， 那刚刚有提到一些很有用的资源，比如说像是正确句子的这个播放清单，然后还有像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些例题，大家都可以用回放的方式回去看。OK， 就是我写题的时候不会只给你讲这道题目对还是错，我给你看其他的例题这样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到。那也希望跟大家在终结者相见。OK， 那我们就先这样咯。拜拜。